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完美战士》。7个人物，咱们就选择这个猫娘了。猫娘看起来就突出啊，腰间盘突出。第一个打的角色，星之救世主。游戏虽然有6个攻击键，但是必杀技非常少。猫娘的话只有2个必杀技，一个是刚才的突进技，一个是投技。那猫娘这个角色呢，套路就是近身之后抓人，因为他的投技非常狠，抓一次大概30%的血。这个投技呢是按前，然后3个拳一起按，因为输入的指令稍微复杂一些，所以就算是必杀技吧。因为他普通的投技呢是一个绞投，这个后面给大家演示吧。游戏是有眩晕系统的，我争取把对面打晕。好，晕了，只追加了1个拳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93年，正是街头霸王2代带起来的那波格斗游戏热潮里边的一款作品。当年很多都是来蹭热度的，所以说游戏素质呢真的是一般。打的第2个角色，一个武士，他抓我一下肯定会跑过来打我的，想要压起身，咱们起身就抓他。所以看起来是格斗游戏，实际上这局呢是回合制。这就没了，带走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啊，这个剧情设定的在当年来看还可以吧。说的是某一天，未来的某一天，一股未知的力量入侵了地球，人口呢减少了90%。这股力量后来被人们叫做暴力。地球上的环境恶化，大地也支离破碎。为了拯救地球，生存下来的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，就是咱们现在可以选的这些完美战士。第3个打月面娘，对面看起来也可以啊，有机会给大家选一次对面的角色。而且对面我感觉他的百裂脚那招不错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用出来。众所周知啊，格斗游戏呢，服装越少，还原率越高啊。啊，就是这招百裂脚，看着就可以啊，3一下晕了。对面还有一个可以从角落跑出来的技能，但这招的范围太大了，居然打了一个 perfect， 打哭了。这我说的这些人物名字呢，都是当年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叫法，比如说这个角色叫原子炉，但当年呢，小伙伴们肯定不这么叫，都可以叫他什么机器人、金属人之类的。这款游戏当年我只见过1次，记得是到其他的学校去考试，大概初中的时候见到。哎，还差一点血，用必杀技磨一下，但是对面用了一个升龙。他跳过来了，我用个重脚，这个重脚呢还是有一点对空的效果。这个角色的腰真是厉害啊，杀人的刀是不是？
顶不住啊！这几下跳得有点远，没有压到他。哦，一个重脚带走，一个下重脚。打了几个人了？4个人了吧？第5个恐龙，这个角色好打，因为他的动作节奏稍慢，是一个笨重型的角色。好，晕了，直接一个投技带走。格斗游戏虽然是现在种类很多，但是一些基本的理念还是不变的。当然了，现在的格斗游戏更加的强调确认的那一下。一旦确认到的话，基本上5个有气资源的情况下呢，有可能一套带走。早年的格斗游戏的节奏感更强一些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玩格斗游戏都是从跳脚、落地、下脚、上脚、下脚这样的操作开始。好，打自己，哇，这2个一起扭啊，顶不住，顶不住啊！这个格斗姿势，我见过一个更奇葩的。我刚刚用这个是腿抓，就是普通的投技。之前轮人的这招呢都是必杀技，这招是腿抓。海的味道他知道啊。看起来像是拳皇里师娘超杀，最后终结的那下。起身不要离我太近啊！哦，轮了2次，这个血量。重脚打的距离是真远，差一点了，他应该是防不住了，所以出招了。胜利的姿势也是奇葩。其实当年我不知道这款游戏有6个按键：轻拳、中拳、重拳、轻脚、中脚、重脚。当年根本不知道，因为看这个基板呢，只看了1次。而且那个机台只有4个键。这个角色叫食人鬼。哦，这个重脚2段，看着好疼啊，晕了。这个脚的投技叫做臀压，看起来不够狠，但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哎，摔我！对面这个角色手长脚长，压制的距离真远。哇，我以为能给留一点血呢，这次怎么轮了这么长的血？轮了快一半啊！那应该是要打最终 BOSS 了吧？好，这就是最终 BOSS， 看起来像终结者一样。他表示想让咱们见识见识他的力量。哦，在飞船上打架。BOSS 呢叫做骷髅切割者。打这个 BOSS 的套路，我经过研究发现了，
使用跳跃的轻脚打逆向，落地之后抓它。因为这个打逆向 ，BOSS 防御之后第一反应是回身、回头呢就有几帧，咱们利用这几帧来进行抓它。当然了，这个套路不是100%能成的，因为 BOSS 有可能会使用对空技，有一点看脸。但如果能成立的话，最好能这样把它压住，因为 BOSS 呢，如果施展起拳脚来，真的是太强了，我呢是打不过的。好，使用一个突进技打了一个背后，这样呢就通关了。通关之后还有一小段剧情啊，从最终 BOSS 身上出来了一道光，这道光呢表示他的灵魂是永恒的。看来这就是入侵地球的那股神秘力量了。之后呢他就消失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完美战士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